本以为是一出撒狗粮的戏码，万万没想到男人成了女人的口粮。而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小镇里已经见怪不怪。小镇警长摇晃着铃铛，提醒人们天黑前回到屋里。女人回到家里，锁好门，仔细摸了摸门上的这个石头。人们都已经习惯在天黑前关好门，然后碰一下门旁边刻着图案的石头。男人喝得烂醉如泥，妻子在家焦急地等待，眼看就黑天了，还没看到丈夫回来。女人骂了一句，随后关门进屋，整理没遮挡好的窗帘。女儿在楼上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正在敲窗户。Megan, it's Grandma. Come to the window. 女孩迟疑了一下，还是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到一个老人对着她笑。女孩说：“你长得不像我奶奶。”女人这时来到门口，她不是你奶奶。老人跟女孩说她很孤独，能不能让她进屋？女人大喊不要开窗，可是已经晚了。老人瞬间现出原形。男人第二天早上回家，发现邻居们围在门口，警长上前就是一巴掌，大喊：“你有孩子，你为什么不把窗户钉上？”他一把抓起男人，拖到楼上，说：“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家人，你看看你是怎么保护的。”男人看到妻子和女儿都惨遭迫害，大声痛哭，悔恨不已。警长咬牙切齿地让副警长把男人关起来，而这一家人正开着车旅游，一路上有说有笑，发现公路被一棵倒下的树拦住，同时周围又出现了大量的乌鸦，他们感觉很奇怪，赶紧回到车上，掉头去找其他出口。这时他们开车来到了小镇，看见路边所有的车辆轮胎都是坏的，他们带着疑惑继续慢慢往前走。一群人同时回头看着他们，全家人都感觉他们的行为很奇怪。男人壮着胆子下车问路，却没有一个人搭理他，直到走到这个黑人警长面前。男人询问如何上高速公路，警长却反问男人有没有带家人。男人说带了。警长愣了几秒钟，然后表情不太自然地说往前走就是。男人道谢后离开，留下表情诡异的警长。一家人继续前行，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刚才好像来过。男人说不可能，女儿觉得有点害怕。男人停车向女孩问路，女孩表情凝重，没说话，快速走开。他们只好继续往前开，在讨论是不是刚才没注意，在路上转了一个弯回到这里。男人情绪有些不稳定。 You drove out this way. How did we get back here? 男人迅速停车，调转车头往回开。警长认为时机到了，让副警长去拿钉子。他们随后在马路上摆了一排钉子，准备等一家人再回来时把车胎扎破。陷阱必须做得比较隐蔽，看他们这熟练的手法，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一家人反方向行驶在路上，迎面来了一辆车。女人想问问他们什么情况，没想到小车突然加速，男人只好急转弯避让。房车脱离公路翻倒在路边，男人被插进来的树枝卡住，女人昏迷，女儿勉强能动，小儿子的腿被刺穿卡住，男人使劲晃动树枝，怎么都无法挣脱。另一个车里的司机下车，摇摇晃晃吐了一地。司机走到正在摆放钉子的警长面前，警长听说出车祸了，赶紧跑去现场。因为此时距离天黑只有2小时，司机被送进医务室。女医生检查司机伤势不重，把他转交给助手，和副警长准备前往车祸地点。他们走后，女孩过来照顾司机，喂他水喝。司机描述刚才车祸过程，情绪有些激动。女孩安慰他说不是他的错，然后突然给了司机一个螺丝刀。警长先到了车祸现场，发现小车里还有一个男人，精神有些恍惚，说警长长得好看。他把男人铐在车上，让他等待救援。随后来到房车，查看男人一家的伤势。男人被卡住，女人只是昏迷，女儿没什么大碍，只是儿子伤势比较严重。几个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女医生先检查铐在小车男人的伤势。这时副警长叫女医生赶紧去看看房车的情况。他们先后救出男人一家3口，3人都没什么事。女医生说至少需要1个小时才能控制男孩的伤，但此时距离天黑只有40分钟了。警长无奈，只能做个大胆的决定，他们今晚在房车里过夜，因为他带了一块石头。副警长几人迅速将小车男人拉回镇里，却被刚才自己埋下的钉子扎破轮胎。天马上要黑了，他让女人和女儿赶紧下车往镇里跑。警长把石头挂在窗户上，此时男人还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警长说为了确保房车安全。男人一脸懵。此时的房车外聚集了很多人。此时吉姆听到外面有人敲车门，他以为是救援队回来了，正要去开门，可是警长却死死地抱住说那些都不是人，是怪物，他们不是来帮我们。然而唯物主义的吉姆当然不相信警长的鬼话，还将护身符当作骗小孩子的玩具从墙上拿下来并把玩了起来。下一秒 Hey, Christy. Hey, Christy, you okay? You just dozed off, okay?
等到吉姆冷静下来之后，警长才慢慢的告诉他小镇的秘密。凡是太阳落山以后，任何人都不许出门，除非你想成为怪物的食物。接二连三的诡异事件让吉姆的唯物信念有点崩溃，人生地不熟的他只能听从警长吩咐，静静等待天亮。与此同时，副警长正带着吉姆的妻子跟女儿赶往小镇的居住地，可是房间内的居民为了自己的安全，拒绝给他们开门，以为他们是怪物。一个圣母不停地请求男人放他们进来，可男人依旧坚决不开门。就在两人争吵时，一位老太婆迈着包租婆的步伐走了下来。Never open the door I after dark. know you're scared, but are you really gonna let those people die? 而门外出现了另一群人，还在向女孩打招呼。仔细一看，竟然是女孩的男友。这时，副警长掏出武器开了一枪，对方却邪魅一笑。原来是那群怪物包围了房子，在老太太的嘴遁之下，众人总算安全进入了房间。可小镇居民认为吉姆一家是外来人，将他们绑了起来，并严加看守。因为居民并不确定他们的身份，怪物长久以来的欺骗与捕杀，让小镇的人变得非常的冷漠和谨慎。此时，老太太对吉姆的妻子说：“你们今天经历的，小镇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路中央的大树，天空盘旋的乌鸦，以及怎么走都走不出去的小镇。3年前，他和妹妹一起来到这个小镇，结果妹妹当场被吃掉，而自己则躲在灌木丛里，侥幸活了下来。与此同时，小镇医院的病床上，一个美少女正慢慢靠近那位醉酒司机，司机还以为是医院的福利，没想到死亡即将降临。This isn't your fault. What do you mean? 男人就这样领了盒饭。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当另一位护士端着食物前来看望这个酒驾男的时候，这就让他们一直熬到白天。妻子兴冲冲地带着医疗队赶到事发地，把小儿子从车里救了出来。可当他们赶回小镇医院，却发现门居然开着，房间里的食符也掉在地上。副警长下意识地感觉出现了危险，他的父亲昨天就在医院。当他走进房间，而那个美少女则是小镇餐厅的服务员莎拉，她能听到怪物之间的对话，说只要杀几个人，居民就可以离开小镇。在怪物的蛊惑下，莎拉才做了这一切。为了掩盖真相，莎拉把怪物放进了医院。之后，吉姆一家暂时被安置在群居房里。吉姆的儿子伊森扭头看向窗外，看到竟然有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伊森决定出来寻找一下。出来之后，他遇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好像也在寻找什么东西。伊森自告奋勇地说自己很擅长找东西，需要我帮你。男人问伊森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男孩，还没等伊森回答，他的姐姐出现了，把他叫进了屋里。不久，吉姆夫妇在牧师的带领下寻找新住所。此时，妻子看到一个铁皮屋，他问牧师这是干啥的。牧师说是惩罚不遵守小镇规矩的人，他们将不带食符在里面待1晚。而今晚将第一次使用它，惩罚的对象则是弗兰克，因为自己醉酒没回家，结果导致自己的妻女被怪物残忍杀害。晚上，铁皮屋旁站满了小镇的居民。弗兰克默默地走进了铁皮屋，接受自己的惩罚。到了深夜，周围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的靠近。弗兰克吓得瑟瑟发抖，从铁皮屋的缝隙里看去，有许多人在旁边游走，甚至还看到了他的老婆与女儿。吓得弗兰克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可下一秒，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喝酒有害健康，没事早点回家。第二天大早，警长推着小推车走到铁皮屋旁，戴上手套，准备开始干活。熟练的动作，感觉他以前经常干这种事。而弗兰克在小镇的住所也被分配给了他们。看着满屋的血迹和破烂不堪的装潢，妻子直接离开了房子，随后把吉姆拉到一旁说：“我绝对不会让孩子们住这种危险的房子。”可吉姆却说：“我们现在别无选择，我们离不开这里，只要我们遵守规矩，就不会有人死亡。”最终，吉姆夫妻带着伊森住进了那个凶宅，而他们的女儿则选择前往群居房。随后，吉姆带着伊森吃早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吉姆去了趟洗手间。就在这时，维克托从外面走了过来，他坐在伊森面前，并拿出来一幅画的给了伊森，问伊森那个向你挥手的小男孩是他吗？伊森说是他。在得知他俩所说的是同一个人的时候，维克托便邀请伊森一起去寻找那个男孩。正好维克托有很多话想问问那个小男孩，可就在此时，吉姆回来了。维克托慌张地收起画，却被吉姆一把夺过来，并警告维克托不要再接近自己的儿子。可不死心的维克托又偷偷找上了门。谈话中，伊森得知维克多是最早进入小镇的人，而很快他们便
发现了男孩的踪迹。然而就在他们跟踪了一阵子之后，小男孩在一棵大树旁消失了。看着眼前的这棵树，维克托好像想起了什么，他快速的走到树前，从地上随便捡起一块石头，拿出粉笔在上面画上了一个笑脸的表情，然后将石头丢进了树洞。下一秒，石头居然从他们身后掉了下来。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伊森表示很好奇，便问维克托他是如何做到。维克托回答道：“你进去，你也可以被传送走，可能会送到附近，也有可能送到很远的地方。”可就在此时，一阵狗叫声把维克托拉入了一段回忆当中。No. What's wrong? 强烈的不安出现在维克托的脑海中，维克托打算赶紧带着伊森回去。此时发现伊森不见了的吉姆夫妻紧跟着也找到了森林里，可他们走着走着就发现身边出现了好几条狗，不一会儿就把吉姆夫妻围了起来。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原来是维克托开枪吓退的那些小狗发现了儿子的吉姆夫妻，赶紧抱起来伊森。而面对着拿着手枪的维克托，吉姆只能看着他走掉。为了缓解吉姆一家的情绪，警长邀请他们吃晚餐，殊不知危险已经悄悄地盯上了他们。服务员莎拉的手臂突然冒出一行字：随后便倒在地上不停抽搐。小镇医生检查后并没有发现病因，可下一秒莎拉又走到吉姆一家的房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小刀，便往吉姆家中走去。此时的伊森母亲正在为他检查伤口。这时候楼下传来了莎拉的声音，邀请伊森去他哥哥的农场参观那些小动物。看着莎拉人畜无害的面孔，伊森欣然答应。到了农场以后，趁着伊森与小山羊互动，莎拉便邀请他的母亲参观这些小动物的安全屋。好奇的母亲也想知道这些动物们是如何在晚上躲避那些怪物，于是就跟着莎拉去了。莎拉打开一间房门，就在母亲向里面张望的时候，莎拉从后面一把将她推了进去。What are you doing? I'm sorry, Tess. Open up! I'm sorry. I'm doing this for you. I'm doing this for all of us. What? Why are you sorry? Just open the door, please. I'm sorry. 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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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把母亲关起来之后，莎拉将小刀藏到身后，慢慢的走向伊森。Where's my mom? She'll be right there.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Sarah! Ethan! Sarah! I really like you. And what's about to happen? You're gonna save everyone. Just like in one of your stories. You're gonna be the hero. Where's my mom? I want my mom! I'm doing this for her. 此时莎拉的哥哥及时出现，莎拉表示这是最后一次杀人了，杀了他我们就能离开了。伊森抓住机会挣脱了束缚，哥哥也从背后抱住了莎拉，但是却被莎拉不小心抹了脖子。小镇又发生了一场惨剧，得到消息的人们都赶了过来。吉姆听到了自己妻子的求救声，赶紧进去把妻子放了出来。妻子一出来就开始寻找伊森的下落，好在这时候姐姐抱着伊森走了过来，一家4口又团聚在了一起。看着女孩哥哥的惨状，就算是神医也无力回天。这时候牧师也赶了回来，表示自己并没有追上女孩。吉姆气愤地质问，这小镇的居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要针对我的家人？警长感到十分的愧疚。在众人都离开后，警长来到了妻子的墓前，向着去世的妻子诉说着自己的苦衷。而牧师在回到教堂后，直接来到了地下，打开油灯，竟然有个女人，正是莎拉。原来牧师早就把莎拉偷偷绑架到地下室，并对着莎拉说道 You've done such unspeakable things. By the rules of the town, you should be in the box. Nathan told me about the voices. Sarah, what if I were to tell you that despite the horrible things you've done, you can still help the people of this town? You could still do something good. I think Nathan would like that, don't you? 可就在这时，新的指示又来了。他让牧师准备笔和纸，牧师拿来纸，莎拉开始在纸上作画。牧师询问莎拉这是什么意思。 They said they watched you on the day you got here. They said they watched you bury the bag, and that this is proof that they're real.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之后，牧师拼命的去挖出那个被自己埋起来的背包。当他翻开背包之后，里面居然有一盒跟画里一模一样的巧克力。信奉上帝的牧师此时也忍不住双手颤抖了起来。其实这块巧克力属于一个小男孩，他曾寻求过牧师的帮助，但是却被牧师拒绝，最终被父亲杀死。牧师很自责，当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声音，引导着他来到了这个小镇。此时吉姆回到家修起了电灯，却发现电线里没有铜线。妻子走了过来，听到吉姆说电线里没有铜线，不信邪的他拿起一根电线，发现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就在此时，一名大胡子闯了进来，只见他手里抱着一台收音机和许多根天线。他进来就说：“原来你们也察觉到了这些天线的秘密。”大胡子表示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主意，可以帮助大家逃离这个小镇。原来大胡子在外面拆了很多汽车的天线，他打算造一个无线电设备，只可惜小镇的人都选择摆烂，导致人手不够，这才过来寻找吉姆一家的帮忙。吉姆夫妻刚来，也不甘心被困在这里，于是吉姆决定跟着大胡子一起去试一试。两人边走边拆，最终走到了一棵全小镇最高的树旁边，现在只要爬上去，在上面搭建好天线就行了。说着便请求吉姆往上爬，而他却在下面调试着设备。可就在他调试好设备，抬头询问吉姆天线绑好没有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发生了。Oh, Jesus. Hey. 本以为自己被捅了个透心凉的大胡子，被吉姆从幻觉中叫醒了过来。回想着在幻觉里看到的符号，大胡子推开吉姆，魂不守舍地跑了回去。到了餐厅里，大胡子拿出一张纸就画了起来。这时候，餐厅里老板娘发现大胡子画的符号像是回想起了什么，接着便带着大胡子走到了储物室，这里都是镇上死去的人留下的东西。随后翻出一本书给他，里面也记录了同样的符号。同时，大胡子发现书里有张照片，这个人正是维克托。另一边，吉姆赶回家中，发现妻子居然在地下室挖坑。他上前询问妻子他在干嘛，妻子说电线都是往地下走的，他想找到电的来源。同时，他在杂物室发现了很早以前丢失的手镯。一开始，吉姆认为这只是碰巧发现的一模一样的手镯，妻子立马走过来夺过手镯，指出以前被自己摔坏的一角。面对着诡异一切，妻子不打算听从任何人的建议，他打算按照自己的方式逃出去。而到了深夜，群居屋内正上演着恐怖至极的派对。派对刚开始的时候，凯文就被喂了一嘴狗粮，羡慕的他独自一人走到楼上，慢慢的走向窗帘。果然，一只漂亮的阿飘正在外面静静的站着。凯文敲了敲窗户，引起阿飘的注意。阿飘一副不开心的样子。阿飘告诉凯文，他这次是来告别的。凯文一听就急了，赶忙询问阿飘为什么要走。阿飘告诉凯文，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却不让我进去。说完，转身就想走。30年的处男生涯令他实在接受不了眼前的景象，于是善良的凯文还是选择了打开窗户，让阿飘进来。进来之后，两人很快就相拥在了一起。可怜的凯文并不知道，这是他的初吻，也是人生的最后一吻。饱餐一顿的阿飘擦了他身上的血迹，然后缓缓地打开了群居房2楼的窗户，将外面成群结队的怪物放了进来。一场怪物们的自助餐派对即将开始。此时，一名女孩被房间内的笑声吸引，走近一看，竟然是3只阿飘。女孩就这样变成了3只阿飘的美餐。不久，楼梯上的胖子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血滴从天花板滴落，抬头一看，顿时傻了眼。整个群居屋瞬间乱作一团，所有人都疯狂逃窜，而阿飘们却姿态优雅地走下楼梯，好像这里的所有人都逃不过他们的手心一样。另一边，牧师向警长坦白，莎拉被自己绑在了地下室。警长立刻拔枪对准牧师，命令他把莎拉放出来。可牧师坚定地认为，莎拉就是帮助我们逃出小镇的关键。就在两人争论不休时，外面的车鸣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原来是幸存的居民逃了过来。众人赶忙向警局里跑去。当只剩下牧师殿后的时候，他听到了自己女儿的声音。
牧师动脉被划破，流血不止，很快就领了盒饭。而维克托则和吉姆的女儿顺着绳子就爬到了楼下。这时，维克托又看到了那个小男孩，跟着小男孩的指示，最终来到了那颗诡异的树洞面前。维克托不由分说就把伊森姐姐推进了树洞。下一秒，姐姐便出现在了一个像是地下室的地方，周围灯光昏暗，四下无人。姐姐颤颤巍巍地往深处走去，一直走到天亮才走回家。而警长根据牧师的遗言，顺利找到了莎拉。他打算听牧师的话，带着莎拉去寻找出去的路。另一边，吉姆的妻子正准备结束一天的挖地道工作，可是当他返回楼上的时候，脚下的木梯却变成了一个环形向上的石梯，并且周围的景象也变成塔楼的样子。特殊的记忆出现在他的脑海中。Ethan! I told you to pick up the toys! 回过神的妻子发现了伊森的玩具散落在这里，收起玩具后继续往上走，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玻璃瓶子。随着玻璃瓶的落地，一阵奇怪的电话铃声传入他的耳中。Jim? Drop the kid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感觉到诡异的妻子大声地向吉姆求救，可是并没有得到回应。前方刚能，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原来是一场梦。可老是在这种压力之下，有的人承受不住，选择自杀。而这时候的警长带着莎拉已经走进了全新的区域。就在他们边走边留记号的时候，不久一阵清脆的声音传入他们的耳朵里。顺着声音，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只见这棵树上挂满了玻璃瓶子，警长还发现每个玻璃瓶子里面都有着一张纸条，认为瓶子里一定有重要线索。可就在他准备摘下来一探究竟时，莎拉却抽搐起来，似乎是在暗示有新的怪物要出现了。转眼已经到了晚上，昏迷的莎拉醒了过来。警长发现他醒了之后，就告诉莎拉，他从瓶子里找出了一张写着1864年的纸条，并且打算把这些瓶子全摘下来，看看里面的线索。醒来的莎拉却劝说警长回去。警长说：“你开什么玩笑？”莎拉紧接着又告诉警长，这次他听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那个女人尖叫着告诉我说：“我们不应该来这外面，有些东西比那些怪物还可怕。” What? She kept saying what?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She kept saying, "Tell Mr. Fish and Loaves that I was wrong." 听到这里的警长直接傻了，看着满脸不可思议的警长，莎拉问他怎么了。就在这时，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响声。What is that?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I don't know. Hey! 警长与莎拉终于熬过了令人难忘的一夜。走出帐篷的两人惊讶地发现，周围遍地都是蜘蛛网，仿佛到了蜘蛛洞。两人小心翼翼地在森林里走着，感觉到诡异的莎拉不停地劝说着警长，让他返回小镇。警长当然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出去的路。可是争吵的时候，一阵求救声传进了警长的耳边。Boyd, stop! What are you doing? Abby? Hey? Wait. Hello. Alice. 吉姆跟大胡子这边已经把信号塔建了起来了，果然能接收到信号，这下连通外界的条件已经达成了。可这时房顶上的人发现了远处出现了黑压压的乌云，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发生暴风雨。另一边在森林里，警长由于被蜘蛛咬到，身体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可是看着马上要来临的瓢泼大雨，警长只能忍着剧痛继续赶路。就当他们翻过山头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一座不属于这里的东西。
而吉姆等人此时正顶着狂风接收外界的信号。这时忽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男人不仅知道吉姆的名字，而且还告诉他说他的妻子不该挖那个洞，这样会有不好的结果。听到这话的吉姆急忙往家里，然而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勤劳的妻子已经挖穿了洞。掉下来的妻子正在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而电线也悬挂在半空，并没有连接什么电源。就在他疑惑之时，一个人居然出现在了他的背后。来人正是维克托。维克托告诉妻子，是穿白衣服的小男孩让他在这里等女子。没想到你真的来了，而这里是那些怪物沉睡的地方，必须赶紧离开这里，不然会有危险。说完，不等吉姆妻子的反应，拉着他就走了。警长他们必须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One of us is gonna get out of here. We can both go back. We can. We just need to find shelter. Sarah. I'm not leaving you here. Sarah, look up. 原来是那名小男孩，他给莎拉指向旁边的树洞，说那里才最安全。警长首先跳了下去，可下去之后并不见莎拉跳下来。着急的警长不停地呼喊莎拉的名字，可四面都是墙壁，没有一个人听见他的声音。而小镇餐厅里的收音机却自己传出了声音。此时一辆大巴缓缓驶来，大巴上的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这所小镇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只要进入小镇就再也走不出来？穿白色衣服的小男孩到底是谁？